来帮各位补充一下欠稿很久的钓鱼攻略。如果你跟这位观众一样，想赶快换到水族箱城堡造型，还有可爱的河豚行军造型，那请你花几分钟听我唠叨一下。首先要跟大家说，如果你是缺美人鱼或者是杂物，先不要急，只要最前面的鱼类图鉴收集完成，后面的美人鱼跟杂物也可以使用号角来召唤。当然前提是要符合当前季节。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玩家，宝藏图纸不够，图鉴完成度也还很低，请直接使用普通鱼饵来钓鱼。100米深度都是一些小鱼，尽可能去钓不同的鱼类，增加图鉴的完整性。有时候到最后，图鉴欠缺的竟然是浅海的一些小鱼。我会建议升级的顺序是鱼线、鱼钩，最后才是鱼坠。先让自己可以到达250米左右的深度，因为有一些还不错的鱼是出现在200到300米之间。先升到250米，可以扩大自己的图鉴收集范围。如果你是新手，重点就不是分数，而是尽可能去完成你的图鉴。当鱼线升级到250米之后，最后分数溢出，还是必须要升级。那时候我就会推荐优先升级鱼钩，可以钓到比较多的鱼，也会帮助图鉴收集的进度加快。如果要挑战250米以上的深海，你会需要使用下面的这3种道具。库存数量为0的时候，可以消耗钻石来购买，尤其是照明灯最重要，不然就算出现稀有鱼种，你也看不到。感应器也不错，可以告诉你稀有鱼种的位置。增加2次保护次数的不一定要买，因为那个可以靠技术来弥补。然后有一个小诀窍告诉大家，新手可能不知道，如果你不小心提早收竿，或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失误，想要重新来过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，然后使用退出。这个方法不会消耗你的道具，可以让你直接保持使用道具的状态，重新来过。你可以使用这个方式来确保你绝对可以潜到最深的550米，出现的稀有鱼种都有确定入手。这样的使用方式 OK， 可是如果你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收集没有出现的鱼类的话，可能会有点困难。我曾经重新钓过至少20次以上，没有出现的美人鱼就是不会出现，也有可能是出现率真的太低，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美人鱼的图鉴就在最后再用号角来把它填满就好。接下来告诉大家宝藏地图什么时候使用。宝藏地图会让你鱼线、鱼钩、鱼坠等级直接升到10级，而且稀有鱼类出现率会大幅提升，所以下面3个钻石道具最好全部都要使用。稀有的美人鱼一定要抓，美人鱼也会提供额外的分数加成，剩下的尽量挑一些高分鱼类，这样分数就会超级高，单次900分以上。如果有钓鱼礼券，也可以考虑使用。如果你的图鉴还没有收集满，那你的藏宝图一定要一张一张使用，因为每一次它可以让你遇见的稀有鱼类都会不一样。每一张藏宝图都是你解锁新鱼种的可能性。有美人鱼就是必抓，如果有一些深海才会出现的稀有杂物，也要注意。如果你想加快图鉴收集进度，那你就一定要使用号角，可以在钓鱼专家套装购买。我会建议大家不要一开始就使用号角，除非你已经玩了几个赛季，宝藏地图该刷的也都刷了，有一些鱼怎么样就是不出现，剩下那少数的图鉴空缺才使用号角来召唤，这样对你会比较省。所以无氪玩家记得藏宝图要一张一张使用，先扩充图鉴的基本盘，剩下最后几格的时候才使用那些你囤了很久的号角，把那些空缺补起来。如果是小氪玩家，可以购买少量的号角，如果星级的，那就只能花很多钱买很多号角咯。
另外，钓鱼是个很佛心的活动，每天只要满2000分，这边都可以领到很多材料，所以一定要完成2000分哦。通行证这边就是无氪玩家可以囤号角的好地方。如果要使用号角，建议优先选择500米以上的5颗星超级稀有鱼种。号角使用有一个限制，就是你的鱼线必须可以钓到500米以上，它才可以召唤到500米以上的鱼类。如果你的鱼线只能承受到400米，那你的号角也只能叫到400米以下的鱼类。可以看到感应器显示稀有鱼类，也就是我用号角召唤的那只5星螃蟹。用号角召唤的稀有鱼种会直接出现在大约300多米的深度，但是因为我图鉴还缺很多，所以我还是会潜到深海去探索一下。以上是针对想要快速完成图鉴的玩家，如果你的目标是高分还有排名，那做法就不太一样。钓鱼第一天，这2个通行证你都必须付费解锁，因为他们提供额外的10%、20%分数加成，再加上钓鱼礼券，分数非常可观。然后一开始就直接使用5倍宝藏地图，全部钻石道具都要使用，越多宝藏地图，你的分数就越高。然后利用宝藏地图给予的分数，把3种渔具升级到满之后，才开始进行普通关卡。当然也都是使用5倍钓鱼，然后目标都钓一些高分鱼种，这样子就完成的又快又好。你可能会觉得高分鱼种指的是4星或者5星，那些极少出现的鱼类。我们要先理解一下，因为是普通关卡，稀有鱼种出现的几率很低，所以我会建议，如果是普通关卡，就专注于100到250米之间，常常会出现这2只70分的鱼类，请记住它们的长相。接下来这些是40分的高分鱼种，在100到250米之间，还不需要使用探照灯，这些鱼类出现的频率很高，可以轻松帮你增加分数。最差情况至少也要钓20分的鱼，但是20分的种类实在太多，我这边有特别点出来的是我认为比较具有辨识度的，在没有选择的时候，或是我想要快速解决的时候，我会选择这些20分的鱼。这些就是之前我在短影片说的 S 级、A 级、B 级通缉犯，记一下它们的长相，对你很有帮助。这边是美人鱼图鉴，有一些美人鱼是缠着水草的，我觉得白头发缠着水草的特别难钓，直到最后我才用号角把它强制召唤出来。不过海豚行军真的蛮可爱的，这是无氪玩家也可以取得的，大家加油！至于杂物这边，水晶头骨、瓶中船、3叉戟是我认为最难取得的，而且东西很小，不容易看到。这个在最后也可以用号角来强制召唤。我的无氪账号登录300多天了，最近也快要把图鉴收集完成。虽然时间花得久，但是它也快要有自己的河豚行军。总体来说，我是蛮喜欢钓鱼活动的。如果你对小佩拉的占卜屋有兴趣，我会推荐给你这部影片，分享给你无氪账号怎么玩才能效益最大化。